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夷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调理我们的手臂麻木无力。很多人在下面评论私信问我，就是有没有调理早起来双手麻木无力的动作。这个动作就适合我们练习，因为这个动作是躺在床上或者是平躺练习的。我下面为大家示范，如果出现双手臂麻木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练习这个动作。首先躺在这里，往上冲拳，看到吗？肩膀一定要抬起来，冲拳。好，右手是一样的，就练习这个。练习是怎么样的？感觉我们的手像推重物一样用力，柔和的推出去，而且有力。好，肩是抬起来，好，慢慢收回。好，右边是一样的。好，肩也要抬起来。我给大家完整的各做一次。冲。好，大家每边可以做个10次。如果你有问题，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肩膀甚至到这个手臂肯定会很酸痛。如果有酸痛的现象，大家再坚持，能多做个2次最好，对我们调理效果非常好。同时去把我们的颈椎调理好，对这个也有很大的帮助。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夷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疏肝理气的方法。夏天天也热，人呢如果肝火旺盛，他就会脾气比较大，然后容易发火、易怒，包括口腔溃疡，然后口角烂，都是由于我们的肝火旺盛导致的。包括最近这几天，我的脾气也很大，就是肝火也比较旺盛。我们今天录制的方法就是按揉太冲穴，疏肝理气，降我们的肝火，调节一些口腔溃疡，然后易怒等问题。好，下面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首先找到位置，我还是讲要按区域来做。我建议是，如果我们疏肝理气，最好从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根这一块到这个鼓包的这个耻骨，然后这区域全都给它按揉开，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好，当然有脾气不能乱发，一定要疏肝理气。肝气来回在体内窜，就会导致你各种疾病和炎症。好，首先我们用大拇指用指肚从上往下做，我建议从上往下做。好，就从这个高的地方开始做。好，轻轻的往下按揉。好，当我们揉到有特别痛的时候，就多揉几下。慢慢的，你可以加力，一次做个3到5遍，建议大家做个3遍或者5遍每一次。做完左脚要换右脚，也是从这个位置往下做。如果经常熬夜或者是经常爱生气的人，这个区域一定是非常痛的，大家可以为自己点按试一试。我们早上点按，然后疏肝理气，然后你这个心态一整天都会感觉比较清爽，然后不会那么易怒烦躁。如果我们晚上睡前去做一遍，对我们的一些失眠也有很好的调节和帮助作用。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方法简单，坚持还是有更好的疗效。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夷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躺在床上可以做的调理我们的腰痛、补充我们肾气的视频。我以前录过还阳卧，还阳卧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我们肾气的视频。好，首先我们躺在床上，先看一下背后，就是我们的手外劳宫穴、手背一定是放在我们的腰的2侧，因为很多人是腰肌劳损，导致这两边
都会绷紧的酸痛。好，我们就把手放在这里，这对调理腰肌劳损、腰痛能有很快速的帮助。好，平躺，还是双脚心相对放在床上，两个膝关节放松，脚足跟对着我们的会阴，尽量往会阴的方向收。手背，刚刚我说了，劳宫穴对着我们的命门两侧，压下来，就这么简单。刚开始做的时候，手可能是适应不了的，因为我们压着手会发酸发痛。随着你的练习增加，你的手会越来越好。如果放在这里，是很快就能入睡的。睡觉之前可以做一做这个动作，补充我们的肾气。肾气好了，一些关节疼痛也会得到很好的调节。好，这个方法操作很简单，而且我们睡觉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姿势。刚开始手可能受不了，但是随着你的练习，手慢慢就适应了，甚至等你再压它就没什么感觉。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留言。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夷帐篷，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起床的方法，它可以提神醒脑，适合我们高血压人群以及老年人的人群。如果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做的话，一天都会感觉比较轻松，不那么疲劳。这个方法是每个人可能都知道的，也都懂的，也就是睡前起来伸懒腰，然后呢再配合我们起床的特定的动作。好，首先我为大家示范一下，当我们睡觉要起床的时候，一定要先做伸懒腰这个动作。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少有人去做。为什么要做呢？因为我们睡一觉血液循环比较慢，尤其是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不好的人，要先伸个懒腰，把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然后再起床，就不会容易头晕或者脑梗得这些问题。看一下示范，伸懒腰是双手从我们的耳朵的两侧开始往前，头顶开始做，好，伸开，双脚也要伸开，肚子有拉伸的感觉，好，一般做个2-3次就可以。做第一次伸到极限，第二次腰再用力，做到第3次使劲，脚向后蹬，手往前，就感觉把整个身体全都拉开，拉到极限。好，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就清醒了。好，看我们怎么起床。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从左侧起床，先把右手拿过来，放在与头对应的位置，把脚先放下来一个，然后脚开始往下挪。好，侧身，然后按起床，然后再下来。当我们这样起的时候，你的身体在做完懒腰以后，血液循环已经起来了，再慢慢的侧身按，慢慢的缓缓起来以后，然后身体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抬，这个血供不上来，就容易出现梗塞或者中风，尤其是高血压的人。回去一定要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的父母或者身边的老人朋友。这个方法虽然说是一个比较小的细节，但是呢，它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经常会把来的客户都会教给他们这个动作，同时保护他们的腰，然后保护他们的头。养生的一定要是参与进来。好，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夷帐篷，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推我们两肋，把我们的浊气推出去。有时候我们感觉到两边肋骨隐隐的胀痛，找原因也找不到，可以试一下。它可能就是因为你体内的浊气，它得不到循环，排不出到体外，然后就会积聚在这里，导致我们不舒服。好，我下面给大家示范一下操作方法。首先，两侧肋骨，就是把我们的手收回到极限，正好我们的手掌放到这个位置。好，开始往前下方推，推到胸前，然后到肚子这里，然后再往下。好，这是一次。好，再看一。好，两个手可以同时啊，2、3，在你推的过程中会有打嗝现象，或者是肚子有蠕动，然后放屁的现象，这都属于正常的，因为我们是要把
身体的浊气调出体外。当然了，这个动作也可以用来就是疏肝理气，也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像现在这个天气，你应该坚持做个10多次，就会感觉到全身会出汗。我建议大家在做这些锻炼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在外面去做比较好，不要在空调底下，然后冷的时候去做，你再一出汗，再一着凉，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也是一个伤害。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夷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大拇指关节疼痛或者是手腕有腱鞘炎的调理方法。这个就是说，我们经常玩手机，或者是经常打鼠标、键盘，都会导致我们的大拇指关节有时候会肿胀、疼痛，甚至有些人在这个位置会长腱鞘炎。好，下面我就为大家示范讲解。如果你的拇指关节有问题，因为经常或者是这里，或者是肩胛炎，我们就要从我们的肘窝这里开始做起。好，用大拇指轻轻的从拇指过来这条筋，用大拇指轻轻弹拨。如果有问题，这里会僵硬或者有结节，好，一点点揉下来。这是一个大拇指，看到吗？一点点揉下来，揉到这里。一般人会在这有腱鞘炎，我们就把这多松解，把结节都打开。如果没有松开结节，防止它会得腱鞘炎。好，一直在上来。好，这个关节就用2个手指，拇指和食指掐着关节周围放松，一直放松到最后一个关节。好，做个3到5遍，看到吗？做个3到5遍，这都要放松。好，或者是用4个手指头也可以，做个3到5遍。好，有结节的话多揉一下。好，当我们把这松开了以后，这个筋，看我的手，用另外一个手拽着大拇指，轻轻的画圈儿。好，就是拽着，往外拽着的时候画圈儿。好，有问题的就会响。好，再拉着这个关节去，看到吗？好，做旋转一下。好，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这个问题，做个就是今天这做完是1遍，做个3到5遍就好了。如果是左手，同样的做过来，用右手操作1遍，也是步骤是一样的。大家有这些问题可以试一试。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评论，谢谢大家。